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历史简本上，这是我们从简本出版社获得的独家授权，我们在节目留言区提供给您订阅此书的连结。中国历史简本上，古代的帝国到元朝。中国的历史是漫长而复杂的，从古至今，这是一段充满迷人故事、胜利时刻以及奋斗和艰辛时期的旅程。这本书探讨了中国广阔而多样的历史，涵盖了许多不同的朝代及其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它着眼于中国人民如何发展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以及他们如何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断变化的力量。该书还考察了外国列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探讨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早期到21世纪，本书深入探讨了中国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迷人的历史之一。中国历史跨越数千年，涵盖了广泛的文化、宗教和朝代，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知识财富。这是一个经历了巨大成功和巨大痛苦的国家的故事，一个取得了非凡成就并面临严峻挑战的国家。从最早的中国居民到今天，中国人民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一直富有创造力、韧性和决心。他们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农业的发展、第一种书面语言，以及纸张、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中国历史浩瀚，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就很难理解。本章将对中国历史的主要时期从早期到现在进行基本概述。它将介绍塑造中国过去和现在的人、地方和事件。1. 中国历史概况。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拥有悠久而充满活力的历史。中国一直是百富常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力量，历史悠久。中国已知最早的一些文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大约在西元前8000年。到商代西元前1600至1046年，早期的中华文明已经建立起来，并以文字和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标志。周朝西元前1046至256年以其技术、艺术和哲学的进步而闻名。在此期间，中国被划分为几个由承认周王权威的国王统治的国家。秦朝西元前221至206年见证了中国许多国家的巩固，其最著名的领导人秦始皇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并发起了一系列改革，包括统一该县的法律和货币体系。汉代西元前206年、西元220年见证了文化和技术的繁荣，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中国见证了一段繁荣时期，在此期间建立了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宋朝960-1279的特点是印刷术的进步和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元朝1271至1368，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了元朝。明朝1368至1644见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和中国长城的建设。清朝1644至1912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王朝。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衰落和外国入侵的时期，也是一个社会和艺术进步的时期。清朝于1911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于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推翻。从那时起，中国发展迅速，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之一。2. 影响中国文化的因素。中国文化丰富而复杂，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遗产感到非常自豪。这种遗产受到各种因素的严重影响，这些包括地理、宗教、哲学、语言和政治。地理。中国的地理对其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江和黄河对于维持农业文化聚落至关重要，该国的山脉、高原和平原决定了已经发展的聚落类型。中国许多独特的方言是由国家的地形决定的。宗教。宗教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佛教于3世纪从印度传入，影响特别大。道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在社会组织方面尤其有影响。哲学。哲学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包括强调对立相互作用的阴阳原则，以及无为或不作为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中国文化至关重要，并影响了从艺术到政治的方方面面。语言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中文译是该国的官方语言，大多数人都说。它是用汉字书写的，据信汉字起源于商代。许多字源具有多种含义，使语言相当复杂。政治。政治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国家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建立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导致了民族认同的出现，这反映在中国文化的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总的来说，
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它们却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变化，但文化仍然保持独特和独特。中国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拥有4000多年的悠久而迷人的历史。它是为数不多的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都拥有来自同一家族的不间断统治者的国家之一。中国最早的居民是狩猎采集者，大约8000年前开始在黄河流域定居。7个世纪以来，这些部落发展成为商周王朝，这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王朝。这些朝代之后是秦朝，秦朝在西元前221年将中国统一在一个统治者之下。这一时期见证了大规模的建设专案，包括著名的中国长城，我们将作为标准化的书面语言、货币和测量系统。随后是汉朝，儒家思想的开端，这是一种基于孔子教义的哲学，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紧随其后的是三国时期和隋唐宋，在此期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帝国之一。元朝从1279年持续到1368年，中国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紧随其后的是明朝，它监督了科学和艺术的显著进步。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在位，这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迅猛的时期。1912年，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这导致了一段政治不稳定的时期，最终导致国民党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CCP 之间的内战。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那时起，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之一。尽管中国经历了动荡的时期，但它仍然是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中国古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始于夏朝，西元前21-16世纪，一直延续到商朝，西元前16-11世纪。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发展了自己的文字体系、复杂的官僚机构和稳定的农业体系。随着几个世纪的过去，各种朝代来来去去。最著名的朝代是秦朝，西元前221-206年，它统一了中国并建立了专制政府制度。这一制度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各个朝代统治住中国，直到20世纪初。1911年，清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一直持续到1949年，当时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这个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包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增长和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同时，它保持了其文化特征，传统节日和习俗至今仍在实行。夏朝，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据信存在于西元前2100年至1600年左右。它的创始人玉大帝统以控制了黄河流域，建立了一系列防洪措施，后来由随后的秦朝扩大。夏是青铜时代的文明，留下了许多考古遗址以及一些书面记录。这些记载中最重要的是西元前2世纪儒家学者司马迁所著的《史经》，这记录了王朝的神话起源，并提供了对其早期统治者的描述。夏朝是技术进步的时期，特别是在冶金和陶器制造方面。这一时期也是第一个中国文字出现的时候。到王朝末期，已经建立了许多城市，包括第一个首都殷。夏朝在西元前1600年被其竞争对手商朝推翻，这标志住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和铁器的开始。然而，夏朝的遗产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继续影响住中国文化，特别是夏朝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思想，最终会被秦汉所采用。商朝，商朝是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中国王朝，统治时间为西元前17世纪至11世纪。商朝也被称为殷朝，以其创始人殷王的名字命名。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发展了文字系统、青铜技术和先进的法律制度。商朝是政治文化大有成就的时期。商朝的国王发展了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他们庞大的王国。他们的首都安阳是王朝的文化中心，在20世纪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和 Jade 文物。国王也是艺术的赞助人，以其奢华的葬礼而闻名。商朝也是军事上大获成功的时期。商王经常与其他国家打仗，拥有强大的海军。他们还开发了世界上第一辆已知的战车。商朝最终在西元前11世纪被周朝推翻。商朝被人们铭记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其影响至今仍可见于中国文化、艺术和语言。周朝，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帝国王朝之一。它始建于西元前1046年，一直持续到西元前256年。这个王朝负责许多今天仍然遵守的中国文化传统。
朝分为两个时代，西周和东周。西周时期被认为是王朝的黄金时代，是大繁荣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周王室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赋予了贵族、富有的地主和商人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东周时期，战争和社会动荡不堪。周朝的这一时期见证了儒家和道家哲学的产生，这些哲学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影响力。在此期间，周朝还创造了文字文化，并发展了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周朝最终在西元前256年被秦朝推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然而，周代建立的许多文化传统，如儒家思想，至今仍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七、秦朝。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帝国王朝，从西元前221年持续到西元前206年。它是由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建立的。秦朝以其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广泛而高度组织的军队而闻名。早期的秦朝统治者雄心勃勃，建造了庞大的道路和防御工事网络。他们还统一了整个地区的货币、法律制度和书面语言，将国家统一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中国的长城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防御工程壮举，也是在秦朝建造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北部边界免受游牧民族的入侵。长城是秦始皇为保护整个地区而建造的雄心勃勃而强大的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尽管秦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的寿命相对较短。它最终在西元前206年被汉朝推翻。尽管如此，秦朝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统一了中国人民，为发展一个广阔而强大的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八、汉代。汉代西元前206年、西元220年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朝代之一，由汉朝第一位皇帝刘邦创立，是中国的第二个皇朝。汉朝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汉朝的统治下，中国的边界大大扩大，王朝保持了对东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汉朝负责丝绸之路的发展，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中东和欧洲连接起来。在此期间，中国的书写系统标准化，并引入了成为官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汉朝还负责中国长城的建设和新技术的开发，如马镫和铁犁。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之一，持续了4个多世纪。这是中国大繁荣的时期，见证了众多将大领袖的崛起，其中包括武帝，中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受尊敬的皇帝之一。西元220年，汉朝的灭亡导致了一段内战时期，在此期间，该国被分裂为3个独立的王国，直到西元589年中国统一。中国历史。中国是一个有著悠久而传奇历史的国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建立于西元前21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西元前1600年左右。紧随其后的是商朝，从西元前1600年持续到西元前1050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开始发展文字和其他文化进步。接下来的周朝从西元前1050年持续到西元前256年。这是一个思想和艺术成就伟大的时代，包括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人还发展了自己的文字形式，即中国文字。下一个主要的中国王朝是秦朝，从西元前221年持续到西元前206年。秦朝时期，中国统一在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统治下，这也是一个伟大成就的时期，包括中国长城的建设和汉字的标准化。汉朝沿袭秦朝，从西元前206年持续到西元220年。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正是在汉代，中国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工作形式，包括使用纸张。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汉朝灭亡后出现分裂时期，从西元220年持续到西元589年。这是一个混乱和内战的时期，各众军阀争夺中国的控制权。这一时期见证了三国的崛起和西元589年隋朝的灭亡。唐朝遵循不统一时期，从西元618年持续到西元907年。这是中国非常富裕和繁荣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唐朝也是佛教在整个东亚传播的原因。宋朝紧随唐朝，从西元960年持续到西元1279年。这是一个技术进步巨大的时期，印刷、纸币、火药和其他技术都有创新。宋朝也见证了新儒学在中国的传播。明朝紧随宋朝，从西元1368年持续到西元1644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和扩张时期，中国人最远到达非洲。
正是在明朝，中国的长城得以恢复，紫禁城得以建成。清朝沿袭明朝，从西元1644年持续到西元1911年，这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大扩张的时期，中国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领土范围。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导致清朝甚至被推翻。今天，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拥有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快速增长的经济。这是一个有著悠久而传奇历史的国家，每天都在继续发展。中世纪中国，中国的中世纪时期始于西元60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西元150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政治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及重大技术进步的时期。它分为几个主导中国社会的小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成就和挑战。唐朝，西元618-907年是中世纪第一个伟大的王朝。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高度中央集权，唐朝统治者以其改革和军事能力而闻名。他们还负责佛教在整个地区的传播。许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巨著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宋朝，西元960-1279年，紧随唐朝，通常被认为是中世纪最繁荣和最强大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特点是技术的进步，例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于纸币的金融系统的发展。宋朝还发展了独特的书画风格，他们的哲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元朝，西元1279年、西元1368年，由蒙古领袖忽必烈统治。这一时期标志驻外国统治在中国的开始，蒙古人实施了比前几个朝代更加中央集权的新政府制度，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欧的贸易明显增加。元朝是当时的主要超级大国。明朝，西元1368-1644年，追随元朝，以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及对艺术的贡献而闻名。这一时期，修建了中国的长城，北京修建了紫禁城。明朝还与日本建立了贸易体系，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出口到欧洲和中东。清朝，西元1644-1911年，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王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王朝之一。在此期间，中华帝国扩张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政府进行了改革，融合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元素。清朝也见证了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盛开，中国成为科技进步的主要中心。中国的中世纪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增长、变革和创新的时期，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最强大的朝代的崛起，以及艺术、文学、技术和哲学的进步。这些进步继续影响住今天的中国文化。唐朝，唐朝618-907是中国继隋朝之后的帝国王朝，早于五代十国时期。在唐朝，中国享受了黄金时代，这是一个以稳定和亲和繁荣为特征的时期。唐朝由李氏建立，李氏是拓跋氏游牧王氏的后裔。618年，唐国公李渊推翻隋朝，成为唐朝第一位皇帝。他的儿子李世民继封他，追封他为唐太宗。唐太宗是一位能干的统治者和统帅，在他的统治下，唐朝成常为一个皇权。在唐代，中国经济大幅增长，许多新技术被开发出来，贸易繁荣，丝绸之路开放。佛教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唐朝朝廷的积极鼓励和弘扬。唐朝在艺术、文学和科学方面也取得了进步。这一时期写了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而王维和画家周芳泽是那个时代的两位著名画家。唐朝还发明了许多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东西，包括火药、纸币和指南针。唐朝最终在907年垮台，经过一段时期的政治动荡、内战和外国入侵。然而，唐朝的遗产仍然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看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始于西元907年唐朝灭亡，一直持续到西元960年。这一时期是政治不团结的时期，因为交战的领导人使国家四分五裂。这五个朝代是后梁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分别是吴、五越、闽、楚、南汉、后蜀、北汉、晋南、南唐、北周。这一时期统治的五朝十国大多是短命的，只有后来的三个朝代梁、唐、晋历时20多年。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屈服于交战派系，交战派系频繁改变各自领地的边界。此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内战、起义，甚至外国入侵。虽然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很少能够团结国家，但其中一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后梁朝的王坚能够扩大中国的领土和军事实力，而后汉的董卓则加强了中央政府。尽管政治动荡，但五代十国时期也是文化和经济复兴的时期。
在此期间，一种新的公民社会形式发展起来，商人、工匠和学者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道教、儒家和佛教经历了复兴，并引入了印刷机等新技术。总的来说，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中国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2. 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从960年持续到1279年。在此期间，中华帝国由赵氏家族建立的宋朝统治。宋代是中国文化和技术大进步的时期，被称为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从农业体系转向更加商业化的体系，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统一货币和新的税收制度，这使得商人可以轻松地在帝国内开展业务和旅行。宋代见证了许多新技术的发展，如火药和磁罗盘。这些进步帮助中国探索世界，并提高了军事能力。宋朝也以其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进步而闻名。在对外政治方面，宋朝采取了避免与蒙古人等强国发生冲突的政策，这使他们能够从与其他帝国的贸易中受益，并避免代价高昂的战争。宋朝最终在1279年被元朝取代，经过一系列叛乱、自然灾害和经济问题。尽管宋朝垮台，但它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3. 辽朝。辽朝907-1125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该国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独特的文化，拥有自己的书写系统、法律和传统。辽朝是由契丹人建立的，契丹人是一个以前在中亚草原上漫游的非疯狂群体。辽朝的缔造者阿保机是契丹人的领袖，他于907年建立了契丹王朝。阿保机建立了以中国原则和传统为基础，但具有鲜明契丹特色的统治体系。辽朝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在其统治期间，他设法控制了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现代俄罗斯和蒙古的部分地区。该王朝还设法扩大了边界，并将其他游牧民族纳入其帝国。辽朝也以其在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成就而闻名。契丹人发展了自己的书写系统，称为契丹大文字。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绘画和雕塑，仍然可以在那个时期的一些幸存的文物中看到。辽朝最终于1125年被晋朝推翻。契丹王朝的垮台标志住中国北方政治和文化稳定时期的结束，这段时期使契丹人民得以繁荣和发展自己的文化。14. 晋朝。晋朝1115-1234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和文化大转型的时期，由女郎人建立，也被称为女真王朝。在此期间，晋帝国大幅扩张，其领土包括中国北部和满洲的大部分地区。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引入，佛教分裂。晋国统治者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军队的措施，包括建立常备军。他们还引入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为后来几个世纪建立政府制度奠定了基础。近代见证了纸币的发展和中国印刷术的引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发明撂火药，并开始从他们的船只和墙壁上发射枪支。近代也见证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开始，这种文化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时期见证了绘画、书法和文学等著名艺术形式的兴起。1234年，晋朝最终被推翻，标志住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为明清两朝奠定了基础。4. 近代早期。近代早期中国的历史始于明朝，从1368年持续到1644年。在此期间，中华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文化成就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明朝是一个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中国通过征服新领土和击败蒙古人来扩大边界。这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稳定时期，世袭的帝国制度持续了2个多世纪。在政治上，中华帝国分为多个省和州，政府首脑是皇帝。在技术方面，明朝在农业、医学和工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人创造了高效的灌溉系统，开发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并发明了许多武器，如麝香和大炮。在此期间，中国人还开发了他们的印刷机版本，这使他们能够生产同一文本的多个副本。在文化上，明朝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和文学时期。中国画家和书法家创作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中国作家写了各种经典小说和诗歌。此外，中国人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歌剧形式，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戏剧。明朝于1644年随着清朝的崛起而结束。近代早期中国之后是政治、经济、文化显著衰落的时期，但也是巨变和创新的时期。
清朝兴起了基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新外交政策，发展了一种称为满族制度的新政府形式，并引入了新的货币体系。清朝还采用了许多西方发明和技术，包括电报和铁路。16. 元朝。元朝是中国第一个外国领导的王朝，从1279年持续到1368年。它是由蒙古领袖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创立的。元朝有2个王朝规则，北元1279至1368和南元1368至1398。元朝时期，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时期。蒙古人鼓励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从中东和中亚引进新技术和新思想。王朝还在整个过程中创建了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度量衡系统，使贸易更容易、更高效。元朝还见证了各种文化和宗教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如儒庙和佛教寺院。元朝也鼓励佛教传播到中国，尽管儒教仍然是主要宗教。元朝还监督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发展。蒙古人用他们的军队扩张他们的帝国并征服新的土地，尽管蒙古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内战。元朝最终在14世纪中叶由于农民起义和整个王国的普遍骚乱而灭亡。结论：总之，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上最复杂、最引人入胜的历史之一。这段历史是由地理、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多种因素塑造的。正如这篇对中国历史的回顾所表明的那样，这个国家的过去充满了伟大的成就和巨大的斗争。随着世界的不断变化，中国的历史将继续演变，塑造国际版图。